走了林一放在膝上的报纸，林一想要去抓，可是报纸已经随着风吹落到了楼下。林一站起身，扶着栏杆看向楼下，正好看到顾其东一身黑色西装从豪车上下来。他一脚迈出车外，正好踩在报纸上面，他微微低头，弯身拿起了脚下的报纸。很快，顾其东就抬眸望向站在阳台上的林一，林一对着他露出一个淡淡的笑，可不知怎地，楼下的男人居然皱起了眉头。顾其东拿着报纸进了屋，林一忙回到卧室，就见顾其东已经上楼来了。工作累吗？要不要先泡个澡？林一像个贤妻一样去接顾其东脱下来的西装外套。杜柔总是跟他说，男人在外面工作很辛苦，都是为了养家，他们要学会体谅，学会温柔。当时林一就嘲讽说，什么工作累多事，都是在寻欢作乐。顾其东今早进了办公室，他的助理就将那份有关他的娱乐报纸给他看了，也想到林一这么快也看到了。林一，我们聊聊。顾其东倒在沙发上，对着挂好衣服的林一说道。林一瞥了一眼顾其东手里的报纸，在床边坐下，拍了拍软软的大床说，要不要到床上聊聊？许久之后，我们这算不算偷情？女人瞧着身上满头大汗的男人，喘着气道。他们已经离婚很久了，而且据说他已经有了未婚妻。我们算偷欢？男人卖力的移动，惹得女人娇喘连连。可恶的男人就会欺负她。第二天，顾其东去顾氏集团上班去了。林一起床给小宝宝喂奶，又趁着有时间将卧室的床单换了一下。这段时间，顾其东这混蛋总是逼着他换床单，因为脏了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林一接到杜柔的电话，让他抽空跟他一块去逛街。林一同意了，将孩子交给了李嫂，便出去了。到了商城，林一见到身材恢复的极棒的杜柔，低头瞧了瞧自己，突然觉得有些惭愧。她依旧是有些胖胖的，总不知道顾其东对着她这个身体怎么这么有欲望。阿柔，我真羡慕你。林一抓着杜柔说道，杜柔的身材就是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类型，即使怀孕的时候也没多胖，现在更是变回了美丽的模样，只是比以前更加有女人味了。杜柔不知道林一为什么这么说，拧了拧眉，我有什么值得你羡慕的？你的好身材啊。呵呵，其实你恢复的也挺好的。林一嘟嘴，你这是在安慰我吧？我才没有安慰你呢。杜柔拉着林一进了一家婴儿用品专卖店，这里的东西真的好漂亮。林一走了一圈，看一遍说，宝宝的东西家里都不缺，顾其东都买齐了，而且他买的东西还是蛮有质量的。林一以为杜柔喊他出来是给自己买衣服，原来是为宝宝挑选东西。东子哥真是个体贴的男人，有这样的老公真让人羡慕。杜柔笑说，他才不是我老公呢，我们离婚了。林一顺口说了出来，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，转头看向杜柔，见他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。你说你和东子哥已经离婚了？林一也不知道在这地方怎么说，干脆拉着杜柔进了一家咖啡店坐下，慢慢讲。你们还没有复婚吗？杜柔有些不明白了，林一明明和东子哥感情这么好，而且宝宝都生下来了，怎么会不办复婚手续？他不是没有提吗？离婚是我一时冲动提出来的，我不敢提复婚。林一也是有怕的时候的。那你们现在算什么？未婚同居，可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孩子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怪怪的。你说顾其东会不会是想要一直这样下去，等我年老色衰，就把我给抛弃了，然后再去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结婚？杜柔一时无语，佩服林一能想出这种可能。林一，不如你找个机会跟东子哥说说呗。那天回去，林一就坐在沙发上等顾其东回来。顾其东下班回家，就见林一绷着一张郁闷的脸，不知道他怎么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顾其东，我有些难办了。林一看上去有些为难。怎么了？顾其东以为宝宝出事了，张望了一周，见李嫂抱着宝宝在院子里看花花草草，便放下了心。林一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抬头说，顾其东，
有个男人追我，你说我要不要同意呢？顾其东黑了脸，不说话，等着林一说下去。顾其东，我们现在只是情侣关系，都有机会挑选最好的那个人，你说是不是？林一试探道。顾其东低笑，转身去吧台倒了一杯红酒，抿了一口。他转而看向林一，说：那是自然，我不会阻止你去找最好的那个人，只要你确定那个人比我更爱你。林一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了，他本以为顾其东会紧张地带他去办理复婚，让其他男人再也没有机会。可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顾其东，你真大方。林一讪讪地说。不是我大方，是我确定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你这算表白吗？林一问。你可以当作求爱。顾其东笑得特别的暧昧，拿起高酒杯走到林一的身旁坐下，将酒杯抵在他的嘴边，喝一口。林一低头抿了一口，刚要抬头就被顾其东吻住了唇，辗转反侧，唇齿相交。味道如何？顾其东抵着他的额头，看着他的眼眸问。林一笑，伸手抹去他唇角的一滴红酒，说：你是问这酒的味道，还是你的吻？结实。很棒。林一闭眼，抬头亲吻一下他的唇角。顾其东，偷欢的日子是不是很激情？只要对象是你，我觉得去酒店偷欢更有意思。林一想，一般偷欢的男女应该是去酒店的吧。顾其东将手里的高脚杯放在茶几上，搂住林一，你想试试？林一点头，顾其东抱着他笑而不语。顾其东，你不觉得我变得有肉感了吗？林一感觉到顾其东的大掌在他的腰间游走，然后听到他说，确实比以前有肉感多了。顾其东，我变得难看了。林一有点哭诉的感觉。顾其东看着林一的脸，轻皱了下眉头，真不明白女人是怎么想的，哪里难看了？我脸上有雀斑，还有我胖了。小雀斑确实有几个，但是你哪里胖了？顾其东疑惑。你刚才不就说我有肉感，有肉感就是胖了。顾其东捏了一下林一腰上的肉，让林一大叫了一声，我就喜欢这样的，抱着舒服。哼，你怎么不去抱一头猪呢？猪哪有你可爱？顾其东。林一暴怒。最后林一还是没有套出他想要听的那句话。某一天，激情后，林一躺在顾其东的怀里，娇喘着问，顾其东，一般夫妻离婚都会有离婚证，我想看看我们的离婚证。离婚证没有，结婚证倒是有2本。林一怔住，抬眸望向顾其东，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眸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没有离婚证，只有离婚证。笨女人，孩子都生出来了，还不明白？如果我们离婚了，我们的孩子就是黑户，你不想我们的孩子上不了学吧？顾其东瞧了瞧林一的脑袋。林一呀了一声，翻过身压在顾其东的身上，掐住顾其东的颈脖，恶狠狠地说道，你这个死男人，让我一直担心。好了，不闹了，难道你不累吗？不累就再来一遍。顾其东笑着说。我饿了。林一翻身下床，今天好不容易顾其东的妈妈将孩子抱去老宅子了，他能休息一下，可不想一直躺在床上。顾其东撑坐起身，低低的笑。顾爱一小朋友的地位在家里独一无二的，谁让他妈妈最疼他，而他爸爸最疼他妈妈呢？林一抱着顾爱一小朋友在卧室里晃悠，从浴室洗完澡出来，看到顾小朋友还在他们卧室里，轻轻地皱了下眉。他还没睡着吗？林一低头看着顾小朋友吸着自己的大拇指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一点睡意也没有。我觉得他还不想睡。顾其东拿过插床头柜上的手表，看了一下时间，都9点了。他看到林一有些犯困的样子，走过去抱过他怀里的孩子，说，你先去睡吧，我还抱他。林一白天一直在管孩子，没有休息，确实有点乏了，就听了顾其东的话，躺上了床。他看了一眼抱着宝宝的顾其东，最后扛不住睡意睡着了。林一会在顾其东去上班的时候，偷偷给林胜打电话，可是怎么也打不通。他以为是林胜躲着他，可是最后他发现不是。他没有想到顾其北会找上他。林一倒了一杯水放在顾其北的手里，
在他的对面坐下。说吧，小北，你找我什么事？顾其北来找林一是犹豫的，他怕这件事会影响到大哥和嫂子之间的感情。可是林胜也是大嫂的哥哥，大嫂也有权知道。小北，到底是什么事？林一看着顾其北皱着眉头苦恼的样子，心里担心。自从上次无意间知道大哥和小北之间的事情，他总是担心，可又不知道怎么找小北聊。嫂子，你最近有联系过林大哥吗？我一直打电话给哥，可是总是打不通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林一想方设法的找林胜，可是没有找到，他又不可能找顾其东帮忙。顾其北咬了咬牙说：“嫂子，林大哥在监狱里。”监狱里？小北你在说什么？林一惊愕，怎么会在监狱？哥到底怎么了？小北你快点说。嫂子，你还记得你在陆大哥酒店里的那场火吗？警方说那场火是林大哥雇人放的，林大哥要被判刑。那场火不是意外吗？不是意外。林一有所感觉，那不是一场意外，可是顾其东瞒着他不让他知道，他就乐意糊涂。这件事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怎么现在又突然被查了出来？林一不解的就是那件事过去都1年多了，现在才查不出来，感觉有点蹊跷。警方说是有人提供了证据，顾其北心里有点怀疑，可是不敢直接跟林一说。哪个人是谁？有谁会针对他的大哥，而且还能在事情过去1年后将证据拿出来给警方？林一心惊，看向顾其北，顾其东也怔怔地看着他。小北，你也怀疑是你大哥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想怀疑大哥，可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人只有大哥。顾其北想要找大哥帮忙，可就是因为怀疑是大哥干的，所以没有去找他。小北，你先回去，我会想办法求我大哥的。好，嫂子，我先走了。顾其北起身要走。等等，小北，我问你一件事情。林一又忽然叫住顾其北。什么事？你是真心喜欢我大哥才在一起的，还是因为被他所迫？林一心里虽然有点不能接受他们在一起的事情，可是若是真的，他也阻止不了。嫂子，我喜欢林大哥。顾其北留下这句话走了。顾其东下班回来，还没有进屋，就听到屋子里传来宝宝的哭叫声，他忙推门进去，看到的就是林一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，却不去哄宝宝。你怎么回事？孩子哭了也不哄，李嫂呢？顾其东走过去，伸手想要抱过孩子，但是林一转了下身子，不让顾其东抱，说：“我让李嫂先回去了。顾其东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林一，你没看到孩子哭了吗？先看看他饿了，还是该换尿不湿了？”顾其东忍不住提高了声调。我知道，顾其东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林一固执地抱着孩子，紧盯着顾其东。好，你问。我大哥在监狱里，你知道吗？顾其先是愣了一笑，随后露出一个了然的表情，点了点头。林一轻轻地拍了一下怀里还在哭泣的宝宝，深吸了口气，才问出：“这事是你干的吗？”是顾其东干的，他就不会否认，没必要在林一面前撒谎。为什么？林一有些失控地喊道。顾其东低头看着他怀里的孩子，伸出手说：“林一，把孩子给我，我们好好坐下来谈谈。”不，顾其东，把我哥放了。林一猛地站起身，绕过沙发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有些警惕地看着顾其东。顾其东看他抱着孩子不肯放手，而且孩子还在哽咽，他有些气，林一完全是在用孩子要挟他，他怎么可以把孩子当作工具来使用？林一，你哥他是罪有应得。1年前在陆浩秋酒店的那场大火是他唆使人去放的，他想要害的是我的母亲，他却差点害你死在里面。而你的早产也是他造成的，你觉得我能轻易的放过他吗？林一没有想到顾其东知道上次他偶然遇到他哥的事情，有些惊讶地看着顾其东。他所做的一切，林一可以理解。他很早就有了他哥纵火的证据，不给警方是为了他，而这次他又交给了警方，他也是为了他。顾其东心里有怨恨，他提出离婚也是因为大哥的逼迫，
所以的一切都跟他大哥脱不了干系，所以顾其东才会那么决然地将证据给了警方。顾其东，就算我求你行吗？你放过我大哥。林一逼着自己冷静，告诉自己顾其东都是为了他，他不因为朝他发火。顾其东不是心软的人，可偏偏对林一硬不起来，他点了点头。林一露出欣慰的一个笑容，低头蹭了蹭孩子的脸蛋。顾其东慢慢地走向林一，环抱住他。林一，我保证林胜没事，他很快就会出来的。他不过是想要给林胜一个教训，并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而让林一和他之间产生间隙。顾其东坐在床头，看着睡着了的林一。林胜的事情让他有些乏了，不过一会儿就睡着了。他轻抚他白皙的面容，见他的秀眉微微的皱着，有些心疼的为他抚平。忽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顾其东连忙拿出手机接通，紧张地看向床上的女人。见她被吵了不悦地皱起眉头，拉过被子翻了个身，背对向顾其东。顾其东低头看了一下手机上显示的名字，见是顾其南，他才站起身往阳台走去。有什么事吗？顾其东压低了声音问道。林胜死了。顾其南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。顾其东怔住了，沉默了片刻之后，才问道：怎么死的？吸毒过量。他怎么会有毒品？而且他根本没有理由自杀。顾其东看向床上背对着他睡的女人，眉头越皱越紧。这件事我派人正在查，有了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顾其南有些深沉地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顾其东挂断了电话，抬手捏了捏自己的鼻梁，忽然觉得这件事变得棘手了。他方才刚答应林一回让林胜好好的出来，现在林胜突然死在牢里，他要怎么向林一交代？林胜是林一的大哥，若是林一知道林胜在监狱里意外死亡，顾其东不敢想象林一会怎样。头胀得疼了，顾其东缓缓地闭上眼，深吸了口气。再次睁眼，发现林一已经坐起了床。他见他茫然地看了卧室一圈，然后在阳台上看到他，他笑了。顾其东硬着头皮对着他露出一个笑容，这个时候他实在是没有兴致笑，可是暂时还不能让林一知道这件事。林一下床，走向阳台，娇笑着抬手圈住顾其东的颈脖。怎么站在阳台上？外面的风有些冷，吹在身上很刺骨，林一忍不住颤抖了一下，皱着眉头去握顾其东的手，发现他的手极凉极凉。你怎么回事？这么冷还站在外面？都快冻成冰块了。顾其东见林一冻的嘴角有点发颤，他打横抱起他，往卧室里走去，将他放在床上，自己也躺了进去。刚才公司有点事，出去打了电话而已。顾其东扯了个借口。林一缩进顾其东的怀里，轻抱住他，闭上眼，你不睡在我旁边，我睡不着。睡吧。顾其东轻拍着他的背，林一，我一直想让你过得安然，没有一丝的烦恼。可是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，让你我都不能如意，生活总是在考验我们。后面几天，林一时不时的会跟顾其东提要见他哥，顾其东都以案子还在进行当中，不能见林胜为由拖延着。某家咖啡店，顾其东正坐在靠窗的位子，他手中拿着一杯咖啡，轻抿了一口。刚抬起头，就看到顾其南在他对面坐下。查的怎么样了？已经过去3天了。顾其南一脸的愁容，沉默了许久才开口道：大哥，不如这事就当是个意外，如果要想向林一交代，你就随便扯个理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顾其东皱起眉头，看着顾其南。顾其南为难得说道：大哥，你还是别问了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顾其南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资料放在桌面上，轻声道：你想知道的都在这上面。但是大哥，我还是想要劝你一句，还是别看的好。这样做对你和大嫂都好。顾其南说完话就站起身走了。窗外的阳光射进来，洒落在文件上面，微黄的光线笼罩着。顾其东抿了一口咖啡，抬眸看向桌上的文件，许久才拿过。林一抬起头看向拿着文件离开的顾其东，这些天他总是觉得顾其东有些事情瞒着他，
今天他无意间听到顾其东和顾其南的通话，才会跟着顾其东出来。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可以确认是和他大哥有关。那份文件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？回到家里，顾其东正抱着女儿逗着，他是一个极疼女儿的爸爸，很喜欢陪着女儿玩乐，虽然现在他什么都不懂。林一换了鞋走上前，从顾其东怀里抱过孩子。你去哪里？林一抬了眸，说，没去哪里，只是出去走了走。顾其东点头，看向他怀里的女儿，笑了一下，明天就是女儿的满月了，我打算在家里办一个满月酒，叫上爸妈和朋友如何？林一嗯了一声，道，顾其东，我想宝宝的舅舅是不是也应该来参加？林一，你哥暂时还不能出来。那么，你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时间吗？什么时候我能见到我哥？顾其东心里发愁，因为他完全给不了林一承诺。他沉默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林一轻问。宝宝该换尿布了。顾其东转移话题，从林一怀里抱过孩子，走到沙发边坐下，给孩子换尿布。林一双手蹭了蹭裤子，轻叹了口气。他看眼客厅的四周，并没有看到顾其东从顾其南那里拿来的文件。林一上了楼，在卧室找了一圈，都没有发现文件。他拿出手机给顾其北打电话，想要问一些事情，可是顾其北的电话完全打不通。他开始有点烦躁，干脆坐在床头。顾其东不会主动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存心瞒着他，他不可能会知道是什么事情。次日，满怀心事的林一根本没有心思为女儿办满月。顾其东让李婶准备午餐，林一有点心不在焉的当下手。哇哇，我们的爱一真可爱。李俊带着莫西来的时候，看到顾爱一喜欢的不得了，抱住他就不肯放手了。后面跟着进来的陆浩秋见李俊抱着孩子像模像样，笑道，李俊，生一个吧，就不用羡慕别人了。抱着陆家宝宝的杜柔也跟着点头道，是啊。李俊看了眼杜柔怀里的孩子，又看看自己怀里林一的孩子，转头看向一旁不说话的莫西。你干什么看着我？莫西一头雾水地看着李俊。杜柔扑哧一声笑了，见有些不好意思，她蒙住了嘴，低低的笑。莫西，你家李俊是在暗示你可以给他生个孩子了。坐在一边不开口的郑子浩突然笑说道。莫西蹭的一笑红了脸，她可还是原装包装的女人，被他们这么一调笑，不禁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李俊笑着莫西脸颊的绯红，空出一只手搂住莫西的肩膀。顾其东，你们家林一呢？郑子浩见客厅里只有顾其东在，不见林一身影，便开口问了。他在厨房忙活。这样，要不我去帮一下忙吧？杜柔贤惠地说道，将孩子递给陆浩秋，便进了厨房。厨房里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你是客人，出去坐着吃水果吧。林一见杜柔进来，忙说道。杜柔撩起自己的袖子，轻笑，没事，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？那把芹菜的叶子处理一下。忽然，莫西蹦了过来，双手撑在门口，探头进来，问，东子哥说顾爱一宝宝有好多照片，能拿给我们看看吗？林一想了想，照片放在哪里，点头道，我去拿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林一在水龙头下面洗了下手，就出了厨房，上楼进了书房。林一打开顾其东书桌的抽屉，拿起相册，便看到下面藏着的文件。他顿了一下，将相册放在桌上，拿起文件，犹豫了一会，他快速地打开文件。看完所有的内容之后，林一僵在原地，文件从他的手中滑落到了地上，一滴清泪从他的眼角缓缓地滑落，心疼，心慌。林一，你怎么才下来？找了半天吗？莫西接过林一递来的相册，问道。林一木然地点了点头，进了厨房，开始切菜，没有人发现他的脸色极其的难看。其他人坐在客厅笑谈着，似乎看着顾爱一的照片觉得特别的欢笑，时常有笑声传入厨房内。小姐，你出去吧，这里我可以的。李嫂道。不用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顾其东的爷爷和母亲来了，听到声响，林一猛然地握紧了手里的菜刀，他强忍住心里的愤怒。爷爷，
伯母好，小北怎么没有过来？杜柔问好道。说到小北，张慧欣脸色僵了僵，挤出一个笑容道：小北身体不太舒服，在家里休息。隐隐听到这个解释的林一勾唇冷笑了一声，身体不舒服，怕是已经被张慧欣囚禁起来了。爷爷，坐吧。郑子浩忙站起身，将座位让给顾老爷子。顾老爷子一坐下，李俊就忙将怀里的孩子递给老爷子。顾老爷子抱住曾孙女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林一呢？老爷子问。在厨房帮忙。这样啊。林一端着水果盘出来，放在茶几上，慢慢吃。他说完，抬眸看向张慧欣，见张慧欣还站在这里，笑得这么开心，心里的愤怒又升了起来。他紧握着手里的水果刀，手微微颤抖。顾其东发现了林一的不对劲，扯过他的手臂，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。顾其东，你放开我！林一低吼。顾其东伸手夺过林一还紧握着的水果刀，你想要干什么？顾其东，你母亲害死我哥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怎么面对她？她是你的母亲。林一的情绪很不稳定。林一，你冷静点。顾其东抓住林一的肩膀，盯着他。他没有想到林一居然知道了这件事，想起刚才的相册，顾其东才恍然觉悟，恨自己居然将文件和相册放在一起。林一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声音哽咽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的亲人死了，你说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的母亲害死我哥哥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掉落在地上，无声无息。林一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告诉我你会让我哥安然无事的出来，可是结果怎么样？他死了，他死在了监狱里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杀人凶手是你的母亲，你能怎么办？你会让警察把你母亲抓走吗？顾其东，你告诉你，我会吗？林一怒吼，他悲伤地看着顾其东。他忽然有些恨自己，为什么这么无能？林一。顾其东紧抱住他，将他有些发颤的身子紧紧地抱入怀里。我知道我为难你了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告诉我，到底该怎么做？为什么你的母亲要害我哥？为什么非要害死他？他到底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？我知道那场火灾是他放的，可是我们不都好好的活着吗？就不能放过他？不能。顾其东紧抱住他。林一，今天是我们女儿满月的日子，能不能暂时忘了这件事，过了今天再说好吗？他是有些自私了，不能对付他母亲，可是在没有想好到底怎么办之后，他只能暂时安抚好林一的情绪。林一点了点头，他得知那个消息之后是有点失控了，今天家里这么多朋友，不能做出过火的事情来。顾其东抹去他眼角的泪水，低头吻了一下他的额头，拉起他的手往外面走去。林一顿住脚步，顾其东见他不走，转头疑惑地看着他。我现在眼睛肯定肿了，交给我。一出去，大家见林一眼睛红肿着，都一脸疑惑地看向顾其东。莫西惊呼道：东子哥，你打一姐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李俊见莫西说话这么直，扯了扯他的衣角，让他不要再说话了。产后忧郁症，他有时候就容易感伤，就忍不住哭。顾其东解释道，搂过林一，让他在他胸前蹭了蹭脸。啊，一姐有产后忧郁症，严重吗？莫西惊奇地问道，其他人也担忧地看向林一。不严重。顾其东扯开话题道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一起吃饭吧。爷爷，你先坐。众人都让着顾老爷子，这也是一种尊重。这场满月酒，林一都在刻意自己的情绪，他心里难受，可还要强颜欢笑。所有人都走了，林一坐在沙发上，顾其东送完客人回来，见他颓然的模样，心抽搐了一下。他知道他今天忍得很辛苦，明明笑不出来，可是硬着头皮扯着嘴角笑。林一，如果你觉得难受，就拿我撒气。顾其东上前抱住他的身子，他抬手抚摸他微微苍白的脸颊，发现他很凉，忙伸手去摸他的手，一片冰凉，他急了。你怎么会这么凉？顾其东紧握着他的手，
想要给他一些温度。抬眸见他紧咬着唇，身子也微微颤抖。林一满目血丝地瞧着顾其东，他的声音透着一股苍凉：“顾其东，我难受。”他紧拽着自己胸口的衣服，痛苦的样子。顾其东慌张地看着他，将他横抱起，快步上楼往卧室走去。他将他放在床上，用被子牢牢地将他包裹住。可是他的牙齿在打颤，脸上极其的难受。顾其东忙给郑子浩拨打了电话。离开顾其东家，在路上的郑子浩接到顾其东的电话，很意外。出门的时候林一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生病了？他转弯往顾其东的别墅开去。他低烧了。郑子浩从林一的嘴里抽出温度计，看了一眼道：“他一直在发抖，身子也很凉。”郑子浩瞧见林一眼神涣散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呆然地坐在床上，不禁疑惑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的情绪似乎很不对劲。心情有时候会影响一个人的身体，心情不好会让自己生病。顾其东皱起眉头：“你的意思是他的病有新生？”“可以这么说，你给他吃点药，他的情不稳定，你最好不要刺激他。还有，他不说话，我到这里之后，他敲都没有敲我一眼，他像是在玩自闭。”郑子浩毕竟是个局外人，顾其东和林一之间的事情他管不着。自闭？顾其东看向木然坐在床上的林一，他紧咬着唇，快咬出血来。对，自闭，也可以说他在玩犹豫。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说他是在玩？顾其东不解。郑子浩解释，他从来没有得过抑郁症，而且之前还很正常，忽然这个样子，说明是心理造成的，所以我说他是在玩犹豫。顾其东见林一瑟瑟发抖的样子，实在是不忍，走过去伸手紧抱住他，抬眸看向郑子浩：“该怎么办？”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他是心病，只有让他解开心结，他才会真的好。顾其东抚摸林一的唇角，见他一直紧咬着不放，忽然有点生气，他是自己在跟自己置气，折磨自己的身子。郑子浩见这里已经不需要他了，所以识相的离开，顺手帮他们把门关上。下楼后，在客厅见到我抱着孩子的李嫂，看了眼孩子，忽然想的孩子应该会对林一的病有所好处，便给顾其东发了个短信。卧室里，林一，别折磨自己，也别折磨我。顾其东摩挲着林一的唇，逼他放开自己的唇。林一紧咬着牙，顾其东没有办法，食指轻勾起他的下颚，吻住他的唇，缠绵悱恻。他不反抗也不顺从，冰凉的像个没有血的人。顾其东心揪，心疼他，轻轻地吻他的唇，他的唇极凉，他似乎暖不了他，心痛了。林一抿着唇不说话，呆呆地看着他的前方，似乎根本就没有听到顾其东和他说的话似的。林一，你捏捏我的耳垂，不要这样。顾其东直起他的手放在他的耳朵上，他不是最喜欢捏他的耳垂吗？他能不能不要这样折磨他的心？林一的身体还是很凉，他的手从顾其东的耳朵上滑落到床上，呆呆的样子像是木偶一样。林一，顾其东轻唤着他的名字，心被揪住般难受。他握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脸颊上，轻轻的摩挲，浓情蜜意的看着他。题外话，剧情又要开始大的变化了，谢谢大家一直的支持。第61章车祸。他的手很凉，顾其东心疼，轻叹了口气，将他放倒在床上，盖上被子。下楼去拿药，顾其东看了郑子浩发来的短信，他让李嫂把孩子抱给他，他抱着孩子上了楼。卧室，顾其东见林一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瞧着天花板，他低头看了眼怀里的孩子，上前将孩子放在他的身侧。孩子并没有引来林一的注视，他仍是一动不动地保持着顾其东走之前的动作。林一，今天依依跟我们一起睡。顾其东从另一侧见林一抱起来，喂他吃药，他并不抗拒，动作表情都很木然。顾其东睡在孩子的另一边，抬眸看向林一，林一闭上眼，似乎睡着了。可是顾其东知道他并没有睡着，他们的孩子睡在他们之间，他睡得很香，完全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间的别扭。林一翻了个身，背对向顾其东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，
泪水从她的眼角滑落滴在绣花枕头上面，不见踪影。她紧咬着自己的手指，隐忍着，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。林一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心里很难受很难受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的哥哥死了，杀人凶手是她丈夫的母亲，她的婆婆顾其东很为难，她知道这一切不是她造成的。可是她就是想，如果顾其东不将她哥哥送入监狱中，或许张慧欣根本就没有机会害她哥哥。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，她哥哥已经死了，她根本一点也不想放过张慧欣。不过顾家这么大的势力，她又一点证据都没有，她有什么本事让张慧欣伏法？林一从来没有像此刻意识到自己没用，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半夜，顾爱一哭了起来，她每晚都会醒来一次换尿布，还要给她喂奶。顾其东醒来，他忍着不动，看着林一的背影，等他的反应。林一根本就睡不着，孩子一叫他就醒了，以为顾其东会给孩子换尿布，可是许久顾其东都没有反应，孩子还是一直在哭，而且喉咙哭得有点沙哑。他坐起身，将孩子抱了起来，转头看向顾其东，却发现他紧闭着眼，似乎还在睡。林一知道他根本就已经醒了，不过是想要他动手。顾其东眯着眼，瞧着林一做好一切，将孩子抱住怀里，低声的哄着，不似之前冷漠的样子，他还是心疼他们的孩子的。孩子睡着了，林一却睡不着，他看向顾其东，低声道：“我知道你没有睡。顾其东，我明天想要去看我哥的失苏，这件事你可以办的吧？”顾其东睁开眼，细瞧着林一的面容，见他双眼红肿，知晓他必然是哭过了。他心疼不已，对他提出的要求必然答应，点了点头说好。林一听到顾其东的话之后，就闭上了眼睛。一夜过去，他们之间似乎有点不一样了，明明离得很近，可是心却远了。林一对顾其东很客气，客气到顾其东为他递给筷子，他都会说一声谢谢。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林一吃了几口早餐，将筷子放下。再吃几口，你还在低烧，不要折磨你自己的身体。林一，你不心疼，我心疼。林一心中酸涩，拿起筷子又没吃了几口，虽然抬眸看着顾其东。顾其东无奈，放下筷子站起身，林一也跟着起身，他拿过他的外套，示意林一伸开手臂。林一听话的任由顾其东为他穿上外套。之后他搂住他的肩膀，走吧。监狱的某停尸房，一个身躯躺在冰凉的木床上，上面盖着一块白布。林一挣脱开顾其东紧握着他的手，一步一步走到尸苏旁边，他颤抖着手去掀开白布，在看清那人的脸时，林一还是忍不住哭了，他紧蒙住自己的嘴，不让自己哭吼出来。顾其东上前抱住林一，让他靠在他的怀里哭泣，他轻柔地拍着他的背脊，无声的安慰。离开监狱，林一慢慢地走在小道上，顾其东紧跟在他身后，紧盯着他的背影。他需要一个人静一下，可是他不放心。他在发低烧，身体本就不舒服，他怎么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面走？林一，我们回家。林一停住脚步，转身面向顾其东，他痴痴地望着顾其东，他对他摇摇头。下一刻，他忽然往街的另一旁跑去，顾其东拔腿去追，可是一辆车子行驶过来挡住了他。等他追上去的时候，林一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林一，顾其东在街上嘶吼。林一跑离开顾其东，他茫然地走在街上。很偶然，他看到张慧欣从一家名牌饰品店里面出来，坐上了一辆豪车。他疯跑上去，不怕死地挡在车的前面。司机紧踩了刹车，硬是让车子停在离林一5厘米之前。张慧欣惊到了，她轻拍了下自己的胸口，舒缓了一下，才问司机怎么回事。有人挡在前面。张慧欣抬眸透过车窗看向外面，见是林一。张慧欣推开车门下车，走到他身前。林一，你怎么在这？张慧欣似个慈爱的婆婆，关心地问林一。林一满目愤怒地盯着张慧欣，他脑中浮现出他哥哥冰凉的身躯，他再也忍不住朝着张慧欣低吼：你为什么要害我大哥？你为什么要害他？
他的声音在颤抖。张慧欣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了然，林一知道了那件事情。张慧欣冷笑，错就错在他不该害小北，他那个变态居然想要跟小北在一起，我绝不允许。5年前他已经害了小北，现在还想要害小北，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在小北身上。你也不能害死我大哥，想要阻止他们在一起，有很多的办法。小北想到那个年轻青春的男孩，林一又是一阵心疼。他好不容易从黑暗中走了出来，他发现了爱的人，可是世俗是这么的残忍。我不会给他任何害小北的机会。张慧欣毫无悔意地说道。林一气得扬手，张慧欣反应过来，抓住他的手，反悔狠狠地甩开。林一，你最好给我识相点，你想要留在祁东的身边，就乖乖的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张慧欣，你不得好死。张慧欣冷笑了一下，不去理会林一的咒骂，转身步入车内。林一站在车前，就是不给他让路。夫人，这……司机有点儿为难，这条路并不宽，林一站在路中间不让，他也转不了弯。张慧欣冷眼看着站在车前的林一，后退。司机听张慧欣的话，可是后退，退到离林一有一段路的时候停了下来，踩油门冲上去，我就不信他真不要命不躲。司机有些犹豫，还是顺从了张慧欣的话，猛地一踩油门。啊！张慧欣大叫，然后是车子摩擦地面发出的刺耳声。张慧欣侧倒在车上，缓缓地睁开眼，看向车窗，血红的一片，心惊得喘不过气来。他往后望去，林一倒在血泊里。夫人，司机颤抖地说不出话来。张慧欣慌神，赶紧下车，跑到离林一1米的地方停住脚步。他不敢置信，林一真的不躲，硬生生地让司机撞了上去。快救人啊！张慧欣朝着司机吼。医院，手术室前，夫人，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司机慌乱的不知所措。张慧欣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，她握紧着双手，手里全是冷汗。她怎么也不会料到林一这么不怕死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医生一脸抱歉地从手术室里面出来，他摘下嘴上的口罩，对不起，太太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病人伤势太重，很抱歉。张慧欣听完医生的话，撑不住身子差点晕倒，她伸手撑住墙壁，她现在，病人内脏受损严重，现在气息微弱，让他的亲人来看他最后一眼吧。顾祁东接到电话，完全不敢相信林一才离开他几个小时，他就躺在医院里，而且生命堪忧。林一被送进重症病房，其实他这种情况，医生都建议放弃了，不需要再住进重症病房。可是张慧欣要求将他送进重症病房。顾祁东站在病房，透过窗户看着躺在里面，他真怀疑是自己看错了。祁东，张慧欣不知道该怎么安慰顾祁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妈，你告诉我。顾祁东狠狠地捶了下玻璃，那过重的力道让特殊处理的玻璃发出沉沉的闷哼，那一声闷响像是一记响雷劈入他的心房，痛得他差点呼吸不过来。他张了张嘴，许久才问得出口。顾祁东的心颤抖得发疼，像是被紧紧地揪在手心里任意地揉捻着，似乎有一瞬间，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。他的身影，他的笑，他对他的蛮横，对他的撒娇，那鲜活的画面一幕幕在脑中闪现，似乎是这么近，却又那么的远。他怎么相信？似乎还在前一秒，他还活蹦乱跳的在他的面前，他还可以跟他吵架。可是那病房上躺着的人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会是他发誓要放在手心疼爱一辈子的女人啊？老天爷为什么要跟他开这样的玩笑？在他离开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阻止他？他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从他的面前离开？如果还有机会，哪怕两个有再多的恩怨情仇，再多的争吵，他也应该要死死地抱着他不放。再痛再苦再难，他们也要在一起。林一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要跟我在一起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为什么要食言？林一，他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喊着林一，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为什么要离开他？他想要这样离开他，他有没有想过他的心会疼，
很疼很疼，疼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即使他在生气，在愤怒，他都没有想过他会离开他，生离死别。他缓缓地蹲下身子，双手盖在自己的脸上，深埋在那里，眼泪流了出来，各种情绪在心里翻腾，身子不由自主地溢出冷汗。张慧欣看到自己的儿子蹲在地上，在瑟瑟发抖。他从来没有发现他高大的儿子居然会这脆弱，他像是失去了全世界，没有了支柱。祁东，别这样，你被吓吗？张慧欣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。这个时候，医生带着几个护士忽然跑了进来，进了重症病房。顾祁东慌忙地抓住一个护士的手，急急地问：怎么了？病人没有心跳了。顾祁东再也支撑不下去，晕倒了。祁东。顾祁东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，他睁开眼，看着眼前白花花的一片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自己是在哪里。等他明白过来，掀开被子下床往外面跑去。刚进门来看护顾祁东护士见顾祁东慌张地往外面跑，他忙拦住他：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哎，你不能出去。重症病房的病人呢？你告诉我，他怎么了？顾祁东紧张地等待着护士的回答。护士想了一下，这才记起来，重症病房的病人昨晚去世了，今早被送去火化了。火化？顾祁东忽然觉得脑子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张慧欣进来看他，发现他呆然地坐在床边，他不解抬眸看向站在旁边的护士：怎么了？顾先生知道重症病房的病人今天早上被送去火化后就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护士有些紧张地说道。张慧欣拧紧眉头，瞪了护士一眼，让他出去。为什么？祁东，为什么要把他送去火化？为什么让我连他最后一面也见不了？顾祁东的声音极轻。3年后，雨淅淅沥沥，顾祁东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，走在蜿蜒的泥泞小路上，小径两边落英缤纷，雨水将花叶打湿，颓然地开着。顾祁东左手牵着一个2岁多的女孩，女孩穿着粉嘟嘟的小公主裙，头上还携带着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小女孩走路不是很顺，总是会不小心的被绊倒，幸好有顾祁东拉着，否则都不知道会摔倒多少次。她的右手被爸爸牵在手里，左手紧紧地抱着一束艳黄的花。第62章，教你怎么吻。卡，杀青了。导演喊了杀青，全场彻底沸腾。明晚举行庆功宴，大家一个都不能缺席，知道了吗？导演紧接着就宣布了明晚办庆功宴的消息。易少，你的水。助理韩申立马给一天递上水杯。一天接过水杯，抿了口水，冷眼扫了一下片场。歌乐呢？今天的杀青没有他的戏份，他回去了。一天勾起一个冷笑，也对，他都已经被火化了，没什么戏份。一旁的韩申冒冷汗，歌乐不过是在戏中的角色被火化了，可没有真的被火化了。易少，编辑说打算写第2部，而且他极力要求你下部继续参演。你去谈。易少甩下一句话，抓起躺椅上的黑色风衣床上，从桌上拿了钥匙，直接走人了。韩申摸了摸鼻子，心中哀叹，跟那个胖女人谈合约，他还不如去死。不过他家老板叫他，他不想去也得去。歌乐这会儿褪去了明星的光环，正盘腿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无聊的偶像剧。他手里拿着一大袋乐事薯片，一片一片的往自己的嘴里扔。经纪人秋姐开门进来，看到歌乐这个样子，立马皱起了眉头。她上前立马夺过他手里的薯片，斥喝道：不要随便吃这些东西，你要保持身材，知道吗？保持身材。歌乐舔了舔自己的手指，眼睛从电视屏幕上转移到秋姐身上，哀叹了一声：秋姐，我就吃了一点而已。秋姐瞧了瞧薯片袋，里面都没有几片了，你还说吃的不多。随后她就将剩下的薯片全倒进了自己的嘴里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。秋姐在歌乐身旁坐下。什么事？歌乐目光又回到了电视屏幕上，点评道：这个新人的哭戏演得太差，太假了。人家这是偶像剧，靠脸蛋就行。看你把我扯的，我有正事要说。
歌乐干脆将电视给关了，面向秋姐，正色道：“什么大事啊？婚后偷欢这部戏刚杀青，但是前几集播出去效果非常好，在各大电视台收视率都是第一。因此，导演和编辑打算拍第二部。”不对啊，这部戏最后女主都死了，怎么拍第二部啊？歌乐对于这个林一的角色没什么好感，就是个悲剧人物，最后还死了。所以要拍第二部，我正在给你极力争取继续参演第二部。秋姐，我就是一个三流明星，能演第一部，不过是导演看走眼选了我，第二部他不一定会选我。歌乐出道3年，一直在演一些小角色，一直不红不火的。秋姐说到这个就气，点了点歌乐的脑袋。你说你这次这么好的机会和易少接触，让你多和他聊聊，你都不肯。整场戏拍下来，你说你在戏外跟他说过几句话。易少是蝉联3届的影帝，在影视圈有着极大的影响。秋姐，不是我不想跟他说话，而是他实在是太冷了，难以接近。歌乐揉着自己的头，睁眼说瞎话，他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和易天那变态之间的交易。秋姐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歌乐，一个长得还算精致的女人，在娱乐圈混了3年还没火，真是说不过去。歌乐，你的那张膜还在吗？秋姐忽然问歌乐。歌乐一愣，气恼道：秋姐，你不会是打算让我去卖吧？这么说，就代表还在。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条路，一拖。李大安导演正筹划拍一部大片，女主角的戏份有点漏，被选定的女演员不愿意拍了，正在找合适的人。你也知道李大安导演是国际大片，他拍的电影票房皆是过亿的，而且在他片中的女主角没有一个不火的。歌乐瞅着秋姐问：是有多露骨啊？全拖。秋姐说出2个字。那第2条路？不是他不肯拖，是怕脱路之后，那人会彻底斩断录了的戏路。第2条路就是明晚刘导演会安排庆功宴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和易少待在同一个房间里，你得想尽办法爬上他的床，顺势要求他让你演婚后偷欢的第2部。只要易少开口，第2部的女主角你就当定了。正在喝水的歌乐听到秋姐的话，噗地将嘴里的水全吐了出来。秋姐抹了一把溅在他脸上的水，瞪了一眼一脸抱歉的歌乐。需要这么惊讶吗？秋姐，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爬1天的床，他怕被他一脚踢下床。我像是开玩笑的吗？你等会儿。秋姐说着站起身走进卧室，拿了一个袋子出来，扔在歌乐身上。你看看。秋姐，这不是拍戏时候的那套情趣内衣吗？你怎么拿过来了？歌乐嫌弃地瞧着这身情趣内衣，想到拍那段戏时，易天调侃他说没什么身材就别穿这衣服，不如找个替身。想起易天不饶人的那张嘴，歌乐气得想要撕了这套衣服。他的罩杯没有 D 也有 C， 凭什么说他没有身材？秋姐忍不住戳戳歌乐的脑袋，这套内衣可是我向剧组买的，明晚去易少房间的时候，你给我穿上，我就不信易少不上钩。歌乐汗，万一他真的不上钩呢？不可能，那天你拍戏的时候穿上这是套衣服，易少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歌乐回想，有吗？他怎么没有看出来？你选吧，到底选哪一条路？秋姐暴毙，等着歌乐选择。他能都不选吗？瞧着秋姐逼迫的眼神，他只有硬着头皮竖起2个手指，出了个剪刀手聪明，知道选傍上一少。秋姐说着又戳了一下歌乐的脑袋。就这么友好的决定了，今晚你好好的睡一觉，睡前做一个面膜，明天以最好的姿态出现在易少面前，还有别忘了带上这套衣服。秋姐指了指被歌乐扔在沙发一旁的内衣。知道了。歌乐只能听秋姐的话。秋姐站起身，拍拍自己的身子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先回去了，你这些天拍戏也累了，好好休息。歌乐对着他摆摆手，再见，早点睡。秋姐走到门口，又忍不住叮嘱了一句。歌乐唯有点点头。秋姐刚走，歌乐的手机就响了，他看到手机上显示的变态2个字，
心慌了一下，一天这变态这个时候怎么会打电话给他？不敢磨蹭，忙接起，喂，一少。歌乐的声音嗲得要命，要知道他在一天面前就是这样的，装妩媚装妖娆，能怎么装就怎么装。准备一下，我快到你那了。一天的声音不冷不淡，却透着一股凉意人，让歌乐不寒而栗，心里警钟大响，他要到他家里来？来干嘛？纯聊天？怎么可能？可歌乐又不敢直接问他，一天大少爷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于是我们家歌乐选择默默接受，好，我等你。声音柔和的快化了。一天听了他的回答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歌乐瞪着挂断了的电话，呸了一声，哼，就会在他面前拽。歌乐瞧着自己一身的装扮，白色大体恤，刚好到大腿部，这样见一天是不行的。他立马跑回自己的卧室，从衣柜里挑了一件大红的吊带睡裙，顺便花了一个淡淡的妆容，这嘴唇最重要了，立马涂抹上红色的口红。他刚装扮好自己，就听到公寓的门被敲响了。他立马跑过去，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，伸手拉开门。嗨，易少。歌乐手撑着门上，妩媚地甩了一下乌黑的卷发，顺便朝着一天眨了下眼睛，自以为可以勾引死人不偿命。谁知一天淡淡的看了一眼的装束，嘴角抽了一抽，冷冷地道，穿成这样，打算去卖？听听，这男人的嘴巴有多毒。歌乐气得想要伸手掐死他，免得有一天被他气死。歌乐暗暗吸了一口气，压低了声音道，人家不是为了等你吗？在一天的面前，歌乐习惯了装。一天不理会歌乐，推开他，直接进了他的公寓，走到沙发旁坐下。去弄点吃的吧。他直接发号命令。现在轮到歌乐嘴角抽搐，弄吃的。一天靠在沙发背上，缓缓地闭上眼，了一声。歌乐瞧着一天帅气的容易，见他眉宇紧拧，一脸的疲倦，不过这轮不到他来心疼。既然想要让他做吃的，就做呗，吃什么都行，不吃了他就好。在厨房忙活的歌乐，忽然听到一天在客厅传来的声音。歌乐忙擦了擦手跑出去，见他手里拎着他刚才扔在沙发上的情趣内衣，他蹭的一下耳根红了，又不敢上前去抢，只好硬着头皮站在一天面前，什么话都不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天嘴角勾勒出一丝嘲讽的笑意。歌乐面色一僵，他什么表情啊？歌乐扯出一个娇媚的笑容，轻声地道，这是人家专门给你准备的。一天冷笑了一下，将手里的情趣内衣扔在茶几上。歌乐，你缺钱了？要准备也准备点好的，那才能吸引我。从剧组拿来的东西，你好意思拿出来？对啊，人家现在手头很紧啊。点到为止，既然他认为他缺钱，就让他这么认为好了。反正在他的眼里，他歌乐就是一个攀权附势的女人，爱钱爱虚荣。一天嗤笑地看着面前穿着火辣的女人，他真不懂自己这么会答应捧红她，比她漂亮妩媚的女人不是没见过。不过想起那次他将她压在男厕所里面，说要现身，条件是捧红她，他觉得这个女人很大胆，觉得有趣便答应了。这张卡你拿着，密码是6个0。一天将一张卡扔在茶几上，不知道卡里的钱能让我花多久。歌乐假装好奇，这个臭男人有钱了不起呀，拽死了，真想把里面的钱全换成硬币扔死他。不过歌乐回头想想，他想要出头还得傍着一天，他还是乖乖的比较好。放心，花完了问我要。一天又闭上了眼。歌乐瞪了他一眼，反正他看不到。不过他也奇怪，捧他却迟迟没有要了他。歌乐当然不会傻的他不要，他还自己送上门去。那么就这样，拖着呗。好了，吃吧。歌乐将一碗泡面放在一天的面前，见他闭目养神，眉目还是这么的帅气，老天给了这个男人极好的皮囊。一天睁开眼，看着歌乐片刻的呆愣，下一刻回过神来，看向他放在桌上的泡面，皱眉，你就打算让我吃这个？人家还给你加了一个荷包蛋呢。歌乐娇嗔道，自己都能把自己给恶心到了。
一个金黄的荷包蛋附在泡面上，一天不再说什么，拿起碗筷吃了起来。他吃得很快，动作却很斯文。歌乐傻傻站在他一旁伺候，见他最好将面全部吃完了，心里忍不住升起一股得意。好吃吗？急急地问，想要听一句赞赏。勉强能吃，4个字从一天的嘴里吐出来。歌乐觉得自己傻了，才会问他这个问题，明明知道他那张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，还问他。一天将空碗放在歌乐的手里，随后拿起遥控板打开电视剧。歌乐看看手里的碗，妥协地走回厨房，他就是小姐的身子，丫鬟的命。给我倒一杯茶。易大少爷又要求道。歌乐咬紧了牙关，最后还是露出一个笑来。好，你喜欢碧螺春还是西湖龙井？毛尖。歌乐又被气到了，他明明给他2个选择，他却告诉他他要毛尖，他哪里去找毛尖给他泡茶？不管了，我加一点碧螺春，加一点西湖龙井，就这么泡了。易少，你的茶。歌乐端着泡好的茶水递到易少的手里。一天瞧了一眼杯中茶水，又低头闻了一下，挑眉看向歌乐，你这泡的是什么？啊，这碧落龙井。歌乐瞎说了一句。倒了，重泡。啊！一天瞥向歌乐，冷声道，你要我说第2遍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听到了。歌乐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这少爷就是难伺候，可是易少，人家没有您要的毛巾。碧螺春。好嘞，人家这就去泡。歌乐很狗腿的回了厨房泡茶。终于，一天拿到歌乐泡的碧螺春，不再为难他了，而是认真的瞧着电视剧。歌乐抬眸望去，苹果台正在放他和一天出演的婚后偷欢，放的正好是他们的吻戏。他站在原地开始局促不安。谁知一天忽然问，你演得不错，相信后面很快会有导演来请你演戏。歌乐懵了，要知道一天是很少说好话，现在说出这么鼓励人的话，让歌乐非常的惊讶。不过他就知道还有不过。你的吻戏真的很烂。歌乐眼角一抽，他的吻戏烂，那他吻得这么起劲。一天后面接着说，有时候多练练。练？怎么练？随便找个男人来练吻戏。过来。一天朝歌乐招招手，歌乐忙走过去，坐在他身旁。怎么了，易少？歌乐现在可以感觉到一天异于常人的气场，他紧张，他害怕。忽然，他勾起他的下颚，他的声音被他温柔而霸道的吻封在喉间，他的呼吸了，头脑一片空白。他只有在拍戏的时候才跟一天接吻过，从来没有在戏外和他亲热过，他懵了傻了。感觉到歌乐的恍神，一天惩罚地撬开他的唇齿，逮住他调皮的小舌，放肆地吸吮嬉戏。歌乐觉得自己昏昏沉沉的，行为不受自己控制，因为他已经情不自禁地抬起手圈住了他的颈脖，不由得溢出一声娇吟，彻底地被他的吻给蛊惑了。一天的呼吸也越来越重，薄唇吻过他的颈脖，他的锁骨在他细嫩的肌肤上落下一个个吻。在他越陷越深，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，一天终于冷静地放开了他，一点儿也不会主动。一天冷声道，摸了摸他绯红的脸庞。歌乐脸色一烫，火辣辣的，心里大骂自己笨，这么容易被他蛊惑，竟然这么情不自禁。他的手臂还搁置在他的颈脖上，尴尬得很。在他正要抽回自己的手时，他忽然开口说，吻我。歌乐一怔，猛地抬起头望向他，见他嘴角微微扬起，似笑非笑。他就是这么孬种，不敢违背他的话，死就死吧。闭上眼，慢慢地靠向他，直到碰上他微凉的唇畔，他心里紧张，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。刚才我教过你了。一天在他唇边轻轻地说。歌乐头皮开始发麻了，回想着方才一天吻他的动作，脸更加的红了。犹豫着伸出舌头轻轻触碰一天的唇，一天配合地张开嘴，让他的舌头顺势进入他的口腔内。他搂紧了一天的颈脖，无助地唤他。一天望着他，见他颊面底一抹诱人的绯红，再也不折磨自己了，擒住他的丁香小舌，缠绵纠缠。歌乐觉得自己呼吸困难，
只有依附着一天。题外话，